小孩子看到的世界，孩子看到的是里面的可能性，但大人呢，只看到外面长怎样，根本完全是两个次元的东西。当我们真的愿意把大人世界那套数字啊、标签啊先放一边，最完美的那只绵羊根本不是用笔画出来的，而是活在小王子想象里的那一只，用想象力去感受对方真正重要的东西，你用眼睛是看不到。在这个什么都讲求快速、方便的速食爱情年代，我们好像认识了很多人，但说真的，为什么要交到一个真心的朋友，反而好像越来越难了？你看，我们手机滑啊滑，参加一场又一场的局，通讯录打开，哇，名字一大堆，但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孤单的感觉好像也从来没有少过。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呢？其实啊，这个问题，《小王子》这本书早就给了我们答案。书里面的狐狸，他就用一句话点醒了小王子。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商店可以买到朋友。”你仔细想想，真正的关系，它从来就不是一场交易嘛，而是一个需要你投入时间、建立专属仪式感的驯服过程。所以啊，如果你也对现在的人际关系觉得有点累、有点迷惘，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小王子的智慧是怎么回答3个关于连结的最关键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来聊聊为什么驯服这个过程可以让一个本来很普通的人在你眼中变得无可取代。再来，我们还要搞懂为什么我们明明每天都在说话，但语言却常常是误解的开始。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为什么说最重要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潜入书中的世界。欢迎来到阿冷的书房，我是你的阅读领航员阿冷。那我们旅程的第一站，就要先来看看一个大人们早就看不见的世界。你知道吗？这一切都要从一个超级大的反差开始讲起。就是啊，小孩子看到的世界跟我们大人看到的根本完全是两个次元的东西。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书里的飞行员回忆说，他6岁的时候啊，画了一张他自己觉得超屌的1号大作，然后他就兴冲冲的拿给大人们看，问他们：你们怕不怕？结果呢，大人们的反应真的是又冷漠又不懂，他们就这样看了看，说：切，不就一顶帽子吗？有什么好怕的？就是这一瞬间，哇，那个巨大的鸿沟就出来了。一边是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另一边却是大人那种很僵化的，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的现实。所以啊，我们的小飞行员没办法，只好画出2号大作，直接把谜底掀开给你看。原来那根本不是帽子，是一条蛇，刚刚吞了一头大象。他很感慨地说：大人们总是需要别人把话讲得这么白。这个对比真的太惊人了，它完美的告诉我们最关键的一点：孩子看到的是里面的可能性，但大人呢，只看到外面长怎样。大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完全被数字给绑架了。你跟他们介绍一个新朋友，他们才不会问你：他的声音好不好听啊？他是不是喜欢蝴蝶？不会他们只会问：他几岁？家里有几个人？他爸赚多少钱？你看，他们就是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去帮一个人贴标签，结果就这样完完全全错过了这个人真正可爱的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个例子我觉得更猛让我们来看看想象力是怎么完完全全打败你眼睛看到的现实。故事是这样的，小王子说：帮我画一只绵羊。结果我们飞行员那个理科脑又开机了，画了第一只，病殃殃的，再画一只。不对，这根本是山羊吧？第3只又太老了你都可以感觉到它快要不耐烦了。最后啊，他真的受不了，干脆放弃，随便画了一个箱子，有点赌气地说 ：“No， 你要的绵羊就在这箱子里啦。”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小王子的眼睛唰的一下就亮了起来。他说：“对，这就是我要的。”所以你看，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最完美的那只绵羊根本不是用笔画出来的，而是活在小王子想象里的那一只。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你用眼睛是看不到的。你看，我们第一个问题这里就找到答案了。
OK， 所以能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没错。但是要维持这段关系，光靠看见还不够，你需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点紧张感的纪律。在小王子的 B612 星球上啊，其实藏着一个超大的危机，就是那个猴面包树。你知道吗？如果不在它们还是小苗的时候就拔掉，它的根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到处乱窜，最后砰，整个星球就会被撑爆。真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变成一场大灾难。小王子说得很好，他说这是一个纪律的问题，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脸一样，我们的心，我们的关系也需要每天去除草。那些猴面包树苗是什么？其实啊，就是我们关系里那些小小的矛盾，那些假装没看到的坏情绪，那些一直没说开的误会。你看这张图就很有感觉，那种威胁是你看不到的。一开始你可能觉得，哎呀，小问题啦，没关系，先放着。但是我跟你说，只要你一天不理它，它就在你看不到的地底下疯狂的长，疯狂的长。长到有一天把你最宝贵的东西整个毁掉。OK， 讲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从看穿帽子的伪装，到想象出箱子里的绵羊，再到小心地底下的树根，你会发现哦，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指向了同一把钥匙，一把通往深度连结的钥匙。那把钥匙就是用心去看。当我们真的愿意把大人世界那套数字啊、标签啊先放一边，用想象力去感受对方，愿意花时间去驯服，去建立专属于你们的仪式感，然后每天都用纪律去拔掉那些关系里的杂草，就这样，一个原本再平凡不过的人，才可能在你的生命里变得独一无二，变得闪闪发光。好，那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真的好好想一想，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关系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你假装没看见，正在偷偷长大的猴面包树？有哪些是你觉得今天就应该要动手拔掉的呢？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那请务必帮我按个喜欢，你的这个小动作真的对我帮助很大哦。当然，也别忘了订阅阿冷的书房，然后打开小铃铛，这样我们每周分享的好书你才不会错过。好了，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